2023 Mazda CX-3 从107,920块到131,559块，从泰国 CBU 整装进口，而不再是从日本 CBU 整装进口。我记得这个车子在马来西亚推出的时候是2015年12月，上路是2016年左右。那在那个年代，波段甚至还没有跟吉利签约，而 CX-3 当年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只有 Honda HR-V。当时候 CX-3 2.0 卖131千，那 Honda 就从115千起，所以市场上对于 B7 SUV 来讲，刚刚才认识到，原来还有一个车型是可以小过 CR-V、小过 CX-5 的。那发展到今天2023年年中，市场上的 B7 SUV 或者叫 Compact SUV 已经是百花齐放。我们有 CX-3， 有 HR-V， 有 Proton X50。还有过去有Toyota CHR， 还有后来的 Corolla Cross， 然后再延伸出 B7 到 C7 之间的 CX-30。那这个车子来到市场上已经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它到底还剩下什么样的优势？因为当年的对手 HR-V 已经换了一个 generation， 它还在这个 CX-3。但不同的是在过去 CX-3 一直都是 2.0 L 的自然进气版本，但后来 Bremmas Malaysia 又再引进一个 1.5 L。自然进气引擎版本就是107,920块的这个版本，那它的价钱107千其实是蛮有竞争力的，但是 spec 就不一定了，因为同样的对手，他们能够用差不多一样的价钱，可是可以给到你更多的 spec。所以，开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 like 下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2014年全球发布的 CX-3 在2018年进行了一次 minor facelift 小改款，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CX-3 呢，它并不会有给你一种7年前的车款的感觉。那另外的日本品牌呢，他们在7年前的车款，你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它很旧，好像过时了。当然，因为我今天介绍的这个是 1.5 L 的 CX-3， 所以它这边用的不是 LED， 是 halogen 的卤素灯泡，下面有雾灯，就不是 LED 灯。它也没有 Auto High Beam Control， 高配的有啦，它没有罢了。然后这个 logo 就知道它也是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样子。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107千的 low 可以 low 到几 low， 你能不能够接受它？当然，这个是新的颜色，叫 Polymetal Grey。我第一次是在 Mazda 3上面看到，所以改了一点款的车头，再加上一个 Polymetal Grey 的配色，我觉得这个车子在2023年看起来并不会过时。CX-3 1.5 Core 采用的轮胎尺寸是215/60/26，搭配的是 Bridgestone Turanza T001 轮胎，这是一款舒适奢华型轮胎，它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塑静性，因为它采用了消音器的设计，然后独特的这个橡胶配方也能够降低 rolling resistance 它的滚动阻力。而你看轮胎的话，它的这个主沟槽非常的宽，也就让它在雨天的湿地表现、排水表现非常的良好，所以它是一个面面俱到的轮胎，有很好的抓地力，塑静性也很好，同时它也非常的耐用，使用寿命可以得到延长。那这个 CX-3 呢，它前面2个是 Disc Brake， 后面2个也是 Disc Brake， 所以它4个都是 Disc Brake。所以我觉得以4个 Disc Brake 搭配这个轮胎来讲，它并没有很低配，而它也去维持车子的这种高级感。Mazda CX-3 跟 Mazda 2的轴距同样是2570 mm， 但是这个 Mazda 3就比 Mazda 2 Hatchback 长了210个 mm。然后离地间隙是145 mm，Mazda 2的离地间隙是143 mm，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更加长、更加高的 Mazda 2。那 CX-30 其实是另外一个级距了，所以严格来讲 ，CX-30 并不是 CX-3 的 replacement， 它不是它的替代车款。那作为一个 B7 SUV， 后面同样是 torsion beam， 那 Mazda 到 C7 都是 torsion beam。除了 CX-5、CX-8 以上都才会给你锚地令啦，所以这个 CX-3 它的后排空间跟行李箱空间都不能够跟 HR-V 来比，但它有 GVC， 它强调的是驾驶过弯、操控出弯表现等等。首先 CX-3 的后排虽然小，但是这边有60跟40功能的60/40的分离倾倒功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就是一个3人座的 Mazda CX-3。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可以坐3个半这样子啦 ，OK， 坐进来。CX-3 1.5G Core 的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没有 USB 接口。这边有一个 armrest， 打开过后，里面有2个杯架，也是一样没有 USB 接口。
那我的身高是178cm，一个拳头，并没有说太斜，只是说，这边就有差不多2个拳头这样子啦。这个地方它会很空这样子吧 ，normal 啦 ，B7的 SUV，what do you expect，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空间，非常的 compact， 非常的紧凑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是所谓低配的，所以它这边用的是全部是 fabric， 连一点点的复合式皮革都没有。plastic hard plastic， 这边有一种反 carbon fiber 的 sticker 这样子。所以综合来讲，这辆车子真的就是这个价钱了，107,000，你要一直提醒自己，这是一个107,000的 Mazda SUV， 应该是 Mazda 最便宜的 SUV 了。高配车款有高配车款的 recipe， 低配车款也是有低配车款的配方，像是 fabric 布料座椅，手动的，没有电动调节的功能，然后用 handbrake， 但 CX-3 1.5 用的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hold 电子驻车功能，这个东西它没有 cut 掉。有没有360？没有，但是它有 reverse camera， 而且这块屏幕是一个8寸的 Mazda Connect 屏幕，支援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你买到最高配的 CX-3 就有给你 wireless 的，但没有 wireless， 用 wire 我觉得倒还好，你买一条 cable 就可以了啦。所以这个东西是比同级对手还要来得好。更何况它还有给你 Mazda 的 Connect， 你可以透过这边去调整 volume， 然后去选择这个荧幕，而其他的对手全部都要用 touchscreen， 所以这个东西 ergonomic 人体工学是比较好。那讲到人体工学呢，它有没有 telescopic？ 它可以上下，可以推进去拔出来，推进去拔出来，这个东西是 OK 的，没有到很低配。然后有没有电子仪表板？旁边2个电子显示屏，中间一个实体的这个时速表，这个也是 OK 的。然后中间这边有一点好像没有钢琴烤漆有吗？有一点点啦，一点点。然后这边没有麂皮材质，它是这个皮革软质的皮革 soft touch， 然后有缝线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 fabric 会让你觉得它很低配。那讲到音响系统，它同样有6个 speaker， 你买到最高配的 CX-3 也是有6个 speaker。所以整体上它整辆车子你会觉得它高送的地方，不要看 fabric 啦，就是它中间这个 aircon panel， 因为它非常的复古，很有经典的味道，因为它的这个温度是 rotary drive， 它的风扇大小也是 rotary drive， 吹哪里也是这样子来转。我刚才上这辆车子的时候，我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左膝盖敲到了这个 dashboard 下面这一块东西，所以所有的 B7小车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不就2008，我也是会敲到吧，这是我的问题啦，我的脚比较长一点点这样子。So 我觉得107,000买到这个 CX 的第一没有得好嫌了，然后它有给你 cruise control， 不是 adaptive 的啦。然后真的要嫌就是我觉得可能再起一个500块1000块给我 blind spot monitoring 就搞了，你有没有 AEB、ACC 我不奢求，但是加一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就没有得好嫌了，直接买它了。其实它的高配也没有很贵啦，它是107,000，你再上去也是120多到130多吧，差那一点点嘛啦，我觉得。我刚才才发现我的频道好像是第一次介绍 CX-3 罢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我 YouTube 里面试驾到的车就是我试驾过的车，其实不是，因为我在做 YouTube 之前，我已经在 Top Gear 杂志 review 了200-300辆车，那些都是没有拍影片的，包括 CX-3。这个 CX-3 1.5 L 自然进气版本呢，它有114个 horsepower 跟149 Nm。其实虽然 CX-3 这个车型已经行之有年，但是1.5 L 版本的 CX-3 应该马路上没有多少个人开过这个车子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呢，就是其实 2.0 L 的 Mazda 呢都很难跟那些 Turbo 引擎 fight， 更不要讲这个1.5 L， 只有区110多，甚至连120个 horsepower 都不到。那我们说 Honda 的1.5 L 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随便都是121个 horsepower， 但是 Mazda 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低配车款，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小 CC 的车就跟它换去CVT 无段式变速箱，它同样是 Sky Active Drive 的6速自动变速箱，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对于这种所谓的经济型车款，通常车厂都会直接 cut cost 变成是 CVT， 因为 CVT 比较省油，而且重量比较轻，
那至于什么换挡节奏啦，什么退档升档的这种什么加速感，这个东西是其次，因为这个价位买这个价位的车的人其实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他们只要车子能够走有力就好了。至于怎么样的呈现方式，什么样的 power delivery they don't care，OK？ 所以但是你买车你就知道了，虽然它是 1.5， 不过配 6AT 的这个，你会觉得它的本钱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啦。所以我们说一台车子，它最重要的部分是所谓的3大件：引擎、变速箱跟底盘。我觉得就这3个点来讲 ，CX-3 它并没有失分，它反而是在这3个东西以外的地方失掉了很多的分数。我指的是这个 1.5 的入门版的啦，像我刚才已经讲了，它少了什么 spec。那至于驾驶方面呢？你必须真的要 push 它，每一次你要割车，每一次你要超车，你要提速，你都需要踩更多的力，踩更大力，你都需要等一下，让子弹飞一会，它的力才会来，才可以达到，因为你必须要去到4000个 RPM 以上，才可以得到你要得到的动力才。但这个变速箱啊，你是知道它下一步要做什么的。就是 Torque Converter 的 6AT 跟 CVT 最大的差别是 ，CVT 你往往不知道它下一步要干嘛，你不知道几时要进牙，你不知道几时要倒去，它一下输高就呜，输高就呜。可是 6AT 虽然很久 ，forever。但是它进牙的那一刻，你是知道哦 ，OK， 你现在要做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是它很具体，它同时又很抽象。你没有驾过，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那这个车子的 size 啊，因为它是2500，其实它就是 Mazda 2的这个轴距长度。我觉得就日常行驶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真的没有要载人，我先讲，你要载人行李箱后排真的是非常的有限。但我觉得就整个行驶驾驶感方面呢。动力我不敢讲，你说 X50 1.5 Turbo 3缸或者 HRV 1.5 Turbo 4缸，然后这些对手他都不能够跟他们比。一台如果你真的要跟他们比，你要拿 2.0L 的 CX-3 来跟他们比，所以说 1.5 要跟谁比呢？ Low spec 的 Low spec 的 X50 咯呀，所以他只是我不觉得他有对手啦，因为107千你买一辆 Mazda。我觉得这个215/60 26寸的 Bridgestone Duranza T001 轮胎呢，它蛮舒服一下的。Of course， 你过弯的时候，这个尺寸的轮胎这个尺寸的轮子它会没有这么稳，要17寸、18寸比较好。但好处就是啊，当你一出弯，你一上直路过后，因为是215/60嘛，轮胎比较厚一点，很 comfort 啊，它整个避震跟吸震的表现。那 Bridgestone 突然在 T001 还有另外一款叫 T005， 它们都是有类似的这个成分，然后它们的功效都一样，就是强调低的 rolling resistance， 更长的使用寿命。一下柴油，我刚才发现到我一直很想要去找 pedal shift 的换挡拨片来用，那为什么我驾 Mazda 2.5 自然进气我没有要用 pedal shift？ 2.0 我也没有什么要用 pedal shift， 我才发现哦，其实你会要用到 pedal shift， 可能是你的车子没有力了嘛，不然你踩大油一点就有了。它是你连踩大油一点点，它都要等一下，所以你需要自己主动去 down shift 给它。4号牙、3号牙，你要去到3号牙、4号牙、3号牙、4号牙，你才可以得到你的力。5跟6真的是不能了。5跟6，如果你是 2.0、2.5。或者 2.5 Turbo 绝对是没有问题，所以这种车你一直要在3号牙、4号牙才可以让你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我刚才从 Glen Marie 驾到阿拉达曼萨拉，然后穿过了格拉纳加亚，再上到来这条叫什么了 Lebuh Raya Shah Alam， 这条是格萨是吗？ So 这些是我平时日常会驾的路啦 ，LDP 啊 ，Federal Highway 啦 ，Max Highway 啦这些。所以你刚才你在塞车，你就可以 feel 到，其实这个 6AT 是一个相当塞车 friendly 的变速箱来的，它不会 choke， 它不会
怎么讲？它不会抓不到 kick， 它整个刚刚好。你要 brake 就 brake， 要停就停。说自然进气引擎搭配这种 6AT 赛车是比较好的。然后你 turbo 又 CVT， 有时候那个感觉你自己拿捏不到。所以它讲求的真的不是大，不是多，而是顺，就是一种很抽象的顺，就是顺哦。你在摆的时候，它的 steering feel 这个 GVC Plus 的加持辅助下，你会觉得自己在开着另外一个档次的车。Even though， 即便这是一个相当 low spec 了的 Mazda， 相当 low spec 的 CX-3 1.5 L， 所以这个价位我相信会去找 CX-3 的消费者通常都是慕名而来。然后我现在驾的不是自己的车，我没有 Rafid， 我又忘记带 Smart Tag，right， 我就用我的 Touch and Go， 然后它有 Sport Mode，OK， 等下我们去 Sport Mode 啦。Okay, so what? Okay. And we say 3, 2, 1, 踩。每一下都是要超过6000转，6000转，6000转，6000转。然后你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驾很快，好像很有战斗气息。所以你说在 highway 上面，不是 highway 啦，在主要大道上面，你驾小马力的车跟大马力的差别是什么？你驾大马力，你很轻松，那个力水对你来讲是哎呀是买呢，你要还是不要罢了，所以你会很沉着很淡定。但是你驾小马力的小车，你就一直需要证明自己可以，我打嘅，我会使嘅。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所以你要比平常的人还要踩更大力，然后要准备更久才可以达到人家达到的那个东西。但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不同，每个人的驾驶风格不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買 X50 还是要買 HRV 还是要買 CX-3， 我不能够代替你选择，我不能够代替你回答。我不知道你是单身2个孩子3个孩子，要不要载岳母，你要不要再喜欢的人？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是怎样。但是就我自己作为一个 CX-8 的车主，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要找一辆车子是拿来买菜的，因为我已经有一辆大辆的车了 ，OK， 但空间对我来讲完全不重要，我恰恰正好就是要一辆这个尺寸的车，我不要求大空间，大空间我用回我的 Sedan， 我用回我的 SUV 就搞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份上，如果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你的 only car，我觉得是 CX-3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Again， 我要再强调，如果能够有 blind spot 就最好了，因为在马来西亚 blind spot 是一个能够救骑士一命，也能够救你一命的一个很重要的function来的啦。但是因为它连这个 这个 radar camera 都没有，所以你自己要想办法，是要想很多办法啦，不是这么容易处理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我刚才一直用着 Google Map。Apple CarPlay 完全没有问题，这个荧幕它会催眠我，让我觉得这是一辆高配的车。因为 X50 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ndroid Auto， 它没有这个东西。HRV 有啦，但是这个荧幕我觉得比 HRV 大寸啊，轻不轻我不敢讲啦，但是相当的大寸，非常的好用。所以我不确定 showroom 有没有车啦，如果 showroom 有车，我非常欢迎大家去 Mazda showroom 去试驾这辆车的。你不一定要买 CX-3 1.5 的，你可以买 2.0 的。但是你买 2.0， 你不如买 CX-30， 对不对？所以 1.5 是给谁买的？是给那些想要买 Mazda 2， 但是这个车子它只是比 Mazda 2贵了3750块而已，几乎是一样的啦。你加买保险弄到来，真的是盖着眼睛没有分别了的。所以 can you imagine that？才差3750块，你可以从这么小辆的 Mazda 2 hatchback 换到也是很小辆的 CX-3。所以如果你要拿它跟 Mazda 2比，你周末还要买 Mazda 2，它也没有很大 ，Mazda 2真的是有点小啦。其实呢，我昨天才刚刚从泰国试驾了 WRV Honda WRV， 然后一回来隔一天我就拿这个 CX-3 1.5 L。So 我知道是不同的车型啦，因为 Honda WRV 是一个 A segment SUV， 打的是 Ativa， 那 Ativa 是60,000到70,000，那我相信 WRV 应该会卖80到90，碰到100也不奇怪，所以它刚好是107,000，所以我就在问我自己，如果它是一个跨级别的比较，
同样是 SUV， 同样是 small to compact SUV 的这个级别。那如果是 WRV 跟它比，我会怎么选择？那就设备上来讲，那个 WRV RS 呢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它没有，然后它有很多Honda Land Watch Mazda 不会有啦，这个东西我知道然后它的行李箱空间比这个还要来的灵活，但是轴距那个短，你看这个2570，那个是2481，不短了100个 mm 这样子。但是 to be honest， 坦白讲，因为轴距长，跨轴距很难比，真的，这个车子好驾很多。即便它在 CX-3 里面来讲，已经算是一个 low spec 的车了，可是我们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WRV 比它赢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有 Honda Land Watch 跟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No Stop and Go 的功能，设备上赢它。那 CVT 跟 6AT 完胜。那动力的话 ，WRV 比它轻一点点它1255公斤，那个是1100多，不到1200公斤，比较轻，马力比较大，但是 CVT 就扯它的后腿，所以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如果你正考虑到底要买它还是要买 WRV， Go for it。